我们说性教育它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你告诉孩子见了坏人跑没有用。我总说幼儿教育要奖励它有效性。然后就是现在，每当新闻过后，性教育会变成性恐吓教育，赶紧跟孩子说有坏人赶紧跑，有坏人赶紧跑，把小朋友吓得要死。只要是成年人都害怕。我告诉大家，99%的成年人都是好人，都跟我们一样心疼孩子，不愿意他们受伤害。我们做公共安全教育，没人会这么干，拿张车祸照片死伤惨重给孩子看，说看你要是被撞死了，你就是这个样子的。绝对没有爸妈会干这个事儿，对不对？但是我们就会跟孩子说，外面有坏人，他要把你拉小黑屋去，对你做坏事儿，还死不告诉孩子那什么是坏事儿，就是无效的性恐吓教育，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性教育就是这样子，一半性无知教育，你越问孩子越问你什么是坏事，你还不说，然后呢还说哎呀这个可危险了，一边不知道一边特别害怕，弄得孩子天天都害怕成年人，无效的。但是我今天不是讲座，我讲不了那么多。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一个系统的性教育要做什么？3个方面。第一，就是教育嘛，就是带着孩子认识这个世界，适应这个世界，能跟这个世界好好做游戏。就是第一，我们孩子他要了解这个世界是什么，他们太阳、月亮，然后星星、蝴蝶、熊猫，我们孩子会越长大，他会对这个世界各种事情都了解，对不对？包括人体，孩子不光关注性，他们会关注吃的东西怎么变成大便的，对吧？然后我们呼吸，感冒了为什么鼻子难受，全部都是对身体的好奇。那么孩子在他成长过程中，他会对我们的人体，对我们的成长都有各种各样的好奇。这个时候我们要带着孩子去了解这些知识，包括宝宝怎么来的呀，然后男生女生的身体长成什么样的呀，我们长大以后会经历什么呀，这就是一种自然意义的科学意义上的性，孩子需要知道答案，我们要告诉他。第二个，孩子长大了要成为社会人，他要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他不能变成熊孩子，对不对？那社会规范意义上的性，男女有别啊，那妈妈换衣服的时候，小男生到客厅里去等啊，还小幼儿园经常说的2个人都喜欢的抱抱才是好的抱抱，这是关于亲密行为的尊重性，是不是啊？这孩子都要学的，就是你喜欢他，你去抱人家，人家不喜欢你，人家的拒绝是有道理的，你要学会尊重，全部都是在这里。而我们说的性犯罪或者自我保护，实际上其实是这一部分的规范教育之中的一小部分。规范教育做得好的孩子，你不用特别跟他强调那个预防犯罪，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多说一句，预防性侵犯的第一步在哪儿啊？在孩子大概2、3岁，小朋友洗澡的时候大了，自理能力强了，爸妈跟他说宝宝长大了，小屁屁自己洗，爸妈不给洗了。孩子这个习惯养成了以后，他会很天然的知道我们身体的隐私部位不让别人碰触，不让别人看。他这个自然性已经养成以后，别人再脱他衣服，他肯定会习惯性的说你干什么呀？我妈都不碰我，你怎么碰我呀？是这样养成的。所以我们说性教育它是个大的系统的教育，它不是让孩子去背不 no go 没用。然后最后一个呢是孩子大一点了，他到了少年青春期的时候，他有很多价值选择上的性。就是到底18岁能谈恋爱，还是19岁谈恋爱，还是20岁谈恋爱？结婚前到底能不能滚床单？这就属于个人选择了。它没有一个，它跟社会规范不同。社会规范是一定有 yes or no 的答案的，但是到了孩子大一点了以后，就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那是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了，那是大孩子要听的。然后这是今天我的标题：怎么跟孩子谈？怎么跟孩子谈特别难。你们听我在这巴拉巴拉讲，我自己都觉得难讲，是因为理论上讲。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怕也不躲，不着急，但是呢也绝对不会去偷偷的跑掉。所以只要孩子的生命过程中他或者提问了，他或者没提问，但是他看到他遭遇到了，每当这样的时刻我们就向前一步，带着孩子走一步。简单的说，我前2天被问说家里有2宝，这个小哥哥整天看着那小婴儿的妹妹换尿布，小哥哥7、8岁，小婴儿这不到1岁，他看，然后又有点不好意思，有点向往。这个时候孩子虽然没问，但是妈妈就可以跟他说：“哎，你这么大的孩子了，盯着小婴儿不合适了。你要是特别想知道女生这身体什么样子的，妈妈带你看书去。”这就是孩子没讲，还没问我们就答了。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孩子来问。所以呢，不着急，不逃避，在孩子需要的时候，不一定是他问的时候啊，真诚且真实的。就去带领孩子去了解性是什么，因为性的它这个概念太广泛了，知识、常识、文化、习惯，
最后一条最重要，正的或者负的社会规则、社会现实都要讲。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大信心啊，觉得自己能讲多少？我给大家举例子吗？看一下，努力打破各种不可说，特别难。我给你举例，你们自己评估一下，你们现在有没有可能回答孩子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你带孩子去超市结账排队，超市结账的地方有东西是吧？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有计生用品，有安全套。我超市排队的时候，不止一次听过小孩问妈妈这是什么？有没有经历过啊？好尴尬，我也尴尬。然后，比如第二条是我亲身也经历的，我在送我们家老大上学，他4、5年级的时候，走了一条小路去学校的路，我前面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女儿，墙上贴小广告，少女服务，包小姐。我清楚地听到前面小姑娘喊：“妈妈，什么是包小姐？”然后你们猜那妈妈怎么答的？那妈妈特别聪明，那妈妈说：“这是一客服电话，就像顾小姐、董小姐、张小姐一样，这个客服她姓包。”特别聪明是吧？但是我告诉你他们的危害是什么？这个孩子早晚有一天他会知道包小姐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心里就知道了，我老妈是会骗我的，以后所有关于性的问题我不问了。就是逃避啊，糊弄啊，当时好尴尬呀，过去了，事儿就在后面了。甚至于标准的上课中，性教育最常被谈的话题，宝宝怎么来了？我相信你们都知道答案，对吧？讲的时候也没问题。孩子3岁问妈我怎么来的？妈妈说你从老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欧了，孩子不问了。5岁再问妈妈我在肚子里是怎么出来的？精卵结合，小 V 向前一冲，找到卵子一拥抱，啪，受精卵出现了，然后越来越大，受不了了，不生出来了。然后孩子多问一句：那爸爸的精子是怎么进去的？啊，好多父母就你长大了就知道了。然后孩子就去各种各样他可能接触到的方法去获得答案。他可能问小朋友，问学校里的大学生，可能上个网，可能扒了个手机，答案可不可靠不知道哦。还有像我们就属于已经像我这巴拉巴拉本身，我精神分析受训，性的敏感度我已经降得很低了，然后天天讲课，我跟我们家孩子可以很坦诚的去讲人类性行为，因为我觉得人类性行为它就是人类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自身的那个羞耻感可以放一下，我们把它看作是隐私行为，而不是一个坏事的话，我还可以，我可以跟我跟孩子去讲。成年人相爱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身体接触，这个也是个答案，你们可以去搜，网上都有。那有的时候他们接吻，有的时候他们抱抱。我前面讲了成年人哦，就孩子不懂很正常，因为你没长大。然后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就会去做爱，做爱的时候呢，爸爸可以把阴茎放到妈妈的阴道里，然后精子就通过这个方法进入到妈妈的身体里。巴拉巴拉，后面的就是你们查百度都能查到，对不对？讲到这儿，我小小紧张一点点。但是当我们家孩子8岁的时候，问了我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他问我，那爸爸的阴茎是怎么放进去的？我看路边的小孩的样子好像不能放进去。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关于勃起，关于海绵体。我知道你们是不是已经很尴尬了，是吧？我反正看不见你们，我也就不尴尬了。但是我想讲这些，它的重点，你可以不知道答案。很多父母不知道精卵结合是在输卵管而不是在子宫里的，很多父母不知道，没关系，你可以把你的尴尬，把你的不好意思，把你的谨慎在孩子面前呈现，但是最后你鼓励的是他，宝贝，谢谢你来问我，至少这样我有机会陪着你去电脑上查答案，至少我能陪着你把这本书看了，至少我就不用偷偷摸摸的把本青春期教育塞你枕头底下。我特别不建议买了书塞孩子那个枕头底下啊。你这个 C 的动作就是，亲爱的，你别来问我，你别找我，我好尴尬，我不喜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性教育是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总是会躲，总是会跑，总是不想真的告诉孩子你知道的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觉得太尴尬了，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没怎么听过这样的话。我相信全场可能有1半的朋友是第一次听到一个人厚颜无耻的在讲性，是吧？就是我这样的。但是我对你们有伤害吗？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爸爸妈妈性行为之后的产生的生命，这样一个论断，这样一个生命的真相有伤害吗？真正伤害孩子的是未必怀着一颗善意的心去让他们获得知识的那些途径。很多青少年咨询，初中的男孩子找我，给我留言，给我写信，问的问题都很荒谬的。
因为他们看了很多成人片，然后怀疑自己能力不行。就很多中学男生的问题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看的我们看武打片不会羡慕人家会飞天上去，对不对？我们知道那个影视作品都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的孩子常常经历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各位，你们要做的什么？我说的是，不要因为你们自己太多的不知道该怎么答，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在脑子一过，就是灾难性的事情出现，一紧张，哎，我要看看性教育，明天花一合上，这个手机屏幕刷走了，不看了。我为什么把这个解谜放在这儿？这是个糟糕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最高的东西，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挡住，是最底下那一行。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事情？在夏令营的事情。事情发生了之后，2个女儿回到家偷偷交流的时候，被家长听到了，然后家长才来问发生了什么。姐妹俩晚上2人聊天说起了这件事儿，被爸爸妈妈听到了。如果没听到呢，也就是10年后跟心理医生聊一聊，或者自己背一辈子，是这样的事情。这是让我最扎心的事情。大家想想，就是我们在孩子3、5岁时候不回答他孩子怎么来的，5、6岁的时候不回答他那个爸爸是怎么进来的，或者到了他8、9岁、10来岁，他不回答关于这个世界上有伤害性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所以孩子就不会再跟我们谈这些事儿了。而性侵犯它通常是个渐进的过程，而且30%几的性侵犯它是个重复发生，它不是一次式的。就那些坏人是先摸一摸，然后捏个脸蛋儿，再拍下屁股，然后才一步一步的完成的。就是因为孩子们没有办法在家里跟爸爸妈妈去谈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对自己做了什么，才会到后续这么严重。我看到这个新闻中最扎心的是那一句，是这样子。希望大家可以更有勇气一些，多多学习吧。最后就这一句吧，送给大家：任何的闪躲、逃避和欺骗，都会让孩子逐渐失去向我们、向父母、向我们这些真的爱他们的人去求助、去获得帮助的这样一种信心。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起来，然后让孩子向阳生长，也告诉他们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谢谢大家。